公元前479年，波斯士兵围攻希腊城市波提迪亚，潮水退得比平时更远，留下一条便捷入侵路线。但这不是意外的好运，士兵们还没走到一半，潮水又卷起了前所未有的巨浪，淹死了这些进攻者。波提迪亚人认为他们得救于波塞冬的愤怒，但真正救了他们的可能是已摧毁过无数人的同样现象——海啸。虽然海啸通常被称为潮汐波，但它们实际与太阳和月亮引起的潮汐活动无关。在许多方面，海啸只是比正常波浪大的波浪，它们有波谷和波峰，并不是流动的水，而是水的能量运动。区别在于这种能量是从哪里来的。正常的海波来自风，由于风只影响表面，波浪的大小和速度是有限的。但海啸是由水下的能量引起的，比如火山爆发、海底滑坡。最常见的是地球表面的板块滑动引起的海底地震，这会向水里释放出大量的能量。这股能量向上行进到海面，使海水位移并上升到正常海平面以上，但重力又将其向下拉，从而使能量向水平方向扩散。由此海啸出现了，它以每小时500多英里的速度行进。当海啸远离海岸时，几乎不能被探测到，因为海啸穿过整个水体来移动。但当海啸到达浅水地带，就会发生一种叫做波浪倾斜的现象。因有穿过的水量减少，这股巨大的能量被压缩，波浪的速度变慢，但波浪的高度则上升到100英尺。海啸这个词日语叫港波，来源于它似乎只出现在海岸附近这一事实。如果海啸的低谷先到达海岸，在波浪撞击之前，水会比正常情况下退出的距离更远，这样既危险又有误导性。海啸不仅会淹死靠近海岸的人，还会把内陆1英里或更远距离的建筑物和树木冲平，特别是在低洼的地方。如果这还不够，海浪还会退去，并且拖走新产生的残骸，以及任何不幸被卷入其中的东西或人。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是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自然灾害之一，造成整个南亚地区20多万人死亡。因此，怎样才能抵抗这种大自然的破坏力，保护我们自己呢？某些地区的人们试图用海堤、泄洪闸和引水渠来疏导水，从而阻止海啸，但这些并不总起作用。2011年的海啸越过了保护日本福岛电厂的防洪墙，引起核灾难，造成超过18000人丧生。相反，许多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关注于早期发现、监测水下压力和地震活动，并建立全球通信网络，以快速发送警报。当自然太强大而无法阻止它时，最安全的做法是为其让道。想要继续学习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满足自己的求知欲。